爸，这第一条我认，第二条，咱能不能再商量商量？你少着跟我嬉皮笑脸的。你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吗？那您要是不经济制裁我，也不会闹出今天这事儿啊。你再多说一句废话，我让你这辈子都当不了这继承人，你信吗？去，给我拿解酒药去。妈，舒澈，我现在在飞机场了，一会儿就飞旧金山，你明天能来接我吗？您要来旧金山？我怎么前2天跟您打电话的时候您没提过这个事儿啊？你不想见妈呀？你明天能不能来接我吧？我谁说我不想见您了？您把航班号发给我，我明天接您去。行，我一会儿给你发过去啊。飞机马上要飞了，我不跟你多说了，明天见面再聊。行，一路平安啊！明天见。我妈突然要来，这飞机要起飞了才告诉我。他来是有别的事儿，还是专门来看你啊？她没说啊，怎么有种突然袭击的节奏啊？会不会是跟你爸妈不同意咱俩结婚有关系？哎呦，难道是拿着我爸的尚方宝剑来的？不过也好，你跟他当面好好聊聊呗。明天你跟我一块儿去接他吧。好，我也好久没见他了。哎，我爸也在美国，要不让他俩见个面，你觉得呢？我看行。正好在我俩注册结婚之前，双方家长也算见了面了，这就叫化阻拦为成全。嗯，靠谱。
喂，青儿。爸，我妈这几天怎么失联了？跟她约好视频也没有动静，发她微信也不回，手机也打不通。哦，我忘了告诉你了，你妈手机坏了，前2天送去修，还没拿回来呢。打家里电话也没人接啊，晚上11点没人接，早上6点也没人接，这不正常啊。这没什么不正常啊，赶巧了呗。你妈她最近这个课外辅导比较忙，晚上回来比较晚，早上呢我有时候又拉她去晨练，所以她是不是啊？哎，爸，你在哪儿呢？我在单位啊，我还能在哪儿啊？你没发现我打的是你私人手机吗？我打的不是你的工作手机。你平时上班的时候，私人手机从来都不开机的，今天为什么就打通了？你这个手机能打通，就证明你根本就没有在上班。啊，是啊，我这刚到单位门口，还没进去呢。爸，你别撒谎了，你撒谎我是可以听出来的。我妈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实话告诉我。哎呀，青儿，你怎么跟审贼似的？我告诉你，我没撒谎。你妈她现在好好的，就是最近比较忙，手机又坏了，跟你那边还有时差，也没对上茬，是吧？你别胡思乱想，神经兮兮的。好了，过2天等她空下来啊，我让她给你打一电话啊。那个，我现在进去上班了，挂了啊。好，好，再见。喂，小英，我是肖青。这几天我妈有没有跟你联系啊？没有啊。小英，你怎么了？你声音怎么听起来情绪不对？我妈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我刚给我爸打电话，他什么都没告诉我。我妈她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啊！青儿啊，你爸不让告诉你，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也瞒不了你太久了。你妈出车祸了，在1周前，现在还在 ICU 呢。不过你别担心，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车祸？他跟人撞车了？他不是跟人撞车了，是可能太疲劳，在高速上冲出了护栏，身上多处骨折，尤其是肋骨骨折，伤到了肺，肺部感染比较严重，一直在发烧。不过你别担心，前天已经开始退烧了。医生担心肺部感染会反复，所以现在还留在 ICU， 继续监控。你们怎么不早告诉我呀？我要回去看我妈。青儿，你听我说啊，你爸不让告诉你，就是怕你往回跑，怕影响你的学习。这儿有我和你姨父，还有你爸照顾你妈，没问题的啊。再说了，现在正是你妈需要用钱的时候，你这来回的机票得花多少钱呢？治病用钱？我妈不是有医保吗？我也是刚刚听说的，车祸啊，不算是医保报销范围之内，而且没有肇事方。车险的人身险只能赔偿1万，而且事故发生的时候也不是工作时间，不能算是工伤。学校呢，出于人道考虑，会给予一定的补偿，其他的费用还得我们自己想办法。医疗费大概需要多少钱？
住院的时候，你爸交了5万，这不昨天医院又催了，让交钱。算下来，估计怎么也得个30多万吧。这还不算营养费和后期的康复费用。医疗费这么贵呢？钱的事儿有我们呢，你就别操心了。你现在只需要安心读书。这个时候，孩子不给家里添乱，就是最大的帮忙了。好了，该说的情况我都告诉你了，你就别问你爸了啊。你爸他这边担心你妈，又怕影响你，你要体谅他，好吗？我知道了，谢谢小姨。嘿，女神，终于把你给等回来了。你怎么不接我电话？你找我干嘛？你哭了？不关你事儿。你告我谁欺负你了？你有事儿没事儿？我俩想请你吃顿饭，诚心诚意向你道一歉。不必了，你道不道歉对我来说都不重要。那你为什么会哭啊？说了跟你没关系，没有必要让你知道。咱不是朋友吗？你跟我说，没准我还能帮你。还能不能愉快的聊天啊？你这突然跑到旧金山来，到底是什么事儿啊？你想不到我为什么来？为我们啊？不为你们还为谁呀？你们俩突然说要结婚，我能不来吗？你们不是来阻止我们结婚的吗？那倒不是，我不反对你们俩结婚。真的？当然是真的。你看妙云多好啊！你们俩就是一对金童玉女，看着都顺心。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还以为您是来执行我爸的任务，对我严防死守呢。你跟你爸只要一杠上，脑子就是一根筋。你也不想想，你们俩要真是想结婚，我能怎么防，怎么守？阿姨，我们呢还是希望能够得到您和叔叔的祝福。让你叔叔那个犟脾气啊，就慢慢往回撵。我对你们是100%的祝福。阿姨，我爸正好也在旧金山，您看您也来了，哪天有空就上我家吃个便饭，顺便也跟我爸见见面。是吗？这么巧啊！你爸也在？对啊，他在这边处理公事，已经待了一阵子了。哎妈，咱们双方家长也确实该会晤一下了啊！您就代表我爸跟程叔见个面吧。肯定见面，我一定登门拜访。那阿姨，您看您哪天时间行，我就安排一下，咱们到家里面家宴。晚2天，让我也倒时差，调整一下状态。Xiao, I feel really sorry for your mother's suffering.
and I know it must have a huge impact on you and your family. But regarding your application for suspension of schooling, I suggest that you reconsider it carefully. Did you talk to your dad about it before making such a decision? I'm fully aware of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in my family right now. I also thought about everything before making the decision. My father might not agree with me, but I can make my own decisions. I completely understand how you feel, bu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some advice from me? Definitely. I need your advice. My suggestion is that you ask for short leave, go back to China and visit your mother first. Then, if you still feel that you need a suspension of schooling, you can file your application with our SLS office. The maximum amount of time for a leave is 5 months. And I certainly hope that you can come back in time and continue your study here. But if you fail to get back in time, our SLS office will treat your case as a dropout, and your student status in our management system will be permanently deleted. When you want to come back to study, you will have to resubmit your proposal and admission application as a new student. I understand. I plan to submit my application before going back to China. Of course, I will try my best to come back with 5 months. However, if I can't make it back, I will accept being a dropout. Xiao, it would be a pity to be a dropout. I really hope that you can come back. I'll do my best to help you work things out. Thank you so much, Professor. I will try to come back in time.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how to apply for a suspension in our SLS? 第一呢，你今年24岁，本命年，大师说了，属蛇的本命年犯太岁，这情绪啊也不太稳定。这要是2个人结婚了，夫妻之间会经常吵架。第二呢，今年的农历没有立春，老话就讲，这叫立春寡妇年。要是这一年结婚呢，夫妻之间也会经常吵架，感情不和，而且呢还会闹点小灾。你笑什么呀？你干嘛？笑什么呀？嗯，我哪说错了我？妈，您太可爱了。不是，我之前没听您在这方面有什么研究和喜好，怎么让您突然背那么长一段？还有什么叫什么寡什么年什么本命？哎，这不容易吧？什么呀？我以前我对这个是不感兴趣，这不是你说要结婚吗？我得为我儿子幸福着想，我去问大师，人家大师说了，人说的也很有道理啊，所以我都记住了，我不用背。不是有什么道理啊？这就是封建迷信。那你不是刚才还说，易经都不是封建迷信？对呀，是啊，易经确实不是封建迷信啊。但是您刚才说的这一切，这跟易经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反正这人说的、这解释的，那都是人家大师说的。妈，是这样啊，您呢又是大师又是易经的，把所有的神秘力量都给用上了，是不是就想让我去相信现在结婚不合适？要不这样，您呢也别兜圈子了，您就直说，您这次来是不是带着我爸爸的任务来的？是不是来阻止我们结婚呢？不对，你说我为什么要阻止你们俩结婚呢？我一直我就喜欢妙莹啊，我打心眼里我早就认定她是我儿媳妇儿，我巴不得你俩结婚呢，我干嘛要阻止你们俩结婚？对呀，是啊，您是不阻止啊，可是我爸阻止啊，因为您拗不过我爸，最后您跟我爸会达成一致。你爸也不反对你们俩结婚，他只是说今年你们结婚不合适。哎呀，儿子，你就不能往后推2年，过2年再结婚吗？我爸说的是吧？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过2年呢？不是你们现在不是已经同意了我们结婚了吗？干嘛还要再等2年呢？为什么不是现在就结呢？这原因我不是刚才我都说了。您刚才东扯西扯的那些神秘力量，咱们放下不算。咱们说点实际的原因，正当的理由。那说不出来了吧？那是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正当的理由来反对我。我爸是反对，那是因为我之前没有跟他说，我自作主张，没有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你爸是有点霸道。这话说的不对，这不叫霸道，我爸这是霸权。从小到大，他认为他做的所有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我好，所以我就要听他的，我一定要遵从他的意志，他替我做任何决定，替我做任何的选择，让我去遵从他的处世哲学。这不是一个当父亲应该做的吗？您看妈，这问题就出现了呀，就是您也是这么认为的呀，所以你们认为这么做都是对的，可是你们不知道，小时候我听他的，可是现在我长大了，我有权利去选择，我也有权利去决定。您说是吗？您那个，你把这车厘子吃了吧。青儿，你这是能掐会算啊！我今天手机忘了关了，你就又打进来了。爸，你别演了，我都已经知道了，小姨全都告诉我了。你别怪他，这事儿早晚都瞒不住我。好了，我也不瞒你了。青儿，你也不用担心，你妈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这几天的情况啊，还一直挺稳定的。那你现在在医院吗？能不能视频？我想看看我妈。ICU 病房进不去，只能隔着窗户看一下。隔着窗户也行啊。那好吧。看见了吗？青儿，你听我跟你说一下你妈的情况啊。她因为这个内部多处骨折，伤到了肺。手术以后啊，肺里边有痰和积液，她自己咳不出来。为了防止感染影响到心肺功能，所以给她做了一个气管插管。你看见她喉咙那儿那根管子了吧？也就是一个引流装置，仪器定时的通过这个管子，直接从气管里把痰给吸出来。所以短时间内啊，她说不了话。那她脊柱受伤了吗？颈椎没伤着，但是腰椎移位和压缩性骨折。万幸的是啊，没伤着神经，所以不用动手术。另外呢，就是左腿和右前臂骨折。现在还在昏迷吗？这倒没有，这2天这高烧啊基本上退了，说明肺部的感染啊正在好转。虽然说呢还是睡得多醒得少，但那个不是昏迷，是他需要休息。医生也说了，他这个人呢这回是遭了点罪，但是你妈命大呀，她这个意志啊也够强，所以啊，只要积极治疗，积极康复，完全是可以恢复健康的。你呢，就踏踏实实的，别太担心，啊。嗯。爸，那你现在要帮我一个忙。帮什么忙？你帮我去医院
开一个关于我妈病情的文件，然后寄给我。你要你妈的病情证明干什么呀？我办休学。啊？你要休学啊？你不用那么大惊小怪，休学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今天还特地咨询了安德森教授，他说学校可以为休学保留5个月的学籍，所以我先回国。如果在这5个月内我妈恢复得很好，我就继续回来上课；如果康复周期很长，那我就直接办理退学。你还要退学？休学也好，退学也好，都只是按下暂停键，等到之后条件允许的时候，我还可以重新申请的。不行啊，休学退学都不行，没这个必要。你休学回来干什么呀？我可以照顾我妈啊。你妈不需要你照顾，她在 ICU 病房，有医生护士照顾，每天只允许家属探视1个小时，而且她在 ICU 啊要住1个月。你回来除了只能见见她，什么也做不了。那她之后总得做康复吧？你看你得工作，小姨和姨父他们俩也得工作，不可能一直留在燕州，他们得回广州。我回来起码可以陪我妈一起做康复啊。你妈他们学校表过态了，只要她开始做康复，系里边啊就可以派人来帮忙。咱们家呢再请一个专业的护工，再怎么样也不需要你休学回来当护工啊。好，那我工作，我休学可以省下学费，然后我再去找个律师事务所上班，我给我妈挣医疗费。医疗费有我呢，要你省什么学费呀？自作主张的瞎操心。你好好上你的学，让我心静一点，比什么都强。静儿，要不再找个时间，咱们再好好商量商量，行吗？不用商量了吧，家里的条件情况我都是知道的。我要休学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你不要想着怎么去打消我的念头。你不帮我去看那个医生证明没有关系，我自己先回来，我自己去开。虽然过程有一点麻烦，但一样可以办成休学。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好了，就这样吧，过几天见好吗？拜拜。你爸做的这一切也都是为了你好。妈，你们认为的好，也许未见得是我的好；你们认为的坏，可能是我必须的经历。舒澈，你出国留学这些年，你真的是变了。你现在是事事有主意，你还事事自己给自己拿主意。难怪你爸对你有情绪。他送你出国留学，不是要你把翅膀练硬了跟他对着干的。妈，我不是说故意的去叛逆，我现在已经过了为了叛逆而叛逆的时期了。我想给自己做主，就那么难吗？你爸这次反对你结婚，不是全无道理啊。有什么道理呀？刚刚您坐这说了半天，哪怕您能说出一个能让我理解的原因，我也不会不接受。毕竟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有谁不希望自己结婚，父母会支持和祝福？有谁希望自己结婚会变成一场战争呢？有些话也许我现在不能跟你说，有一些事情，也许将来我才能告诉你。所以，妈也希望你能够把这个结婚计划先放一放，给你和你爸留一点交流的时间和空间。你爸他也不是说反对你结婚，他只是觉得现在不是合适的时机。你说你们是父子，又不是仇人，有什么不能调和的矛盾呢？啊，
他为什么就不能静下心来，耐心的沟通，彼此包容来解决问题呢？你说你们一个就是不由分说，一个就是一意孤行，你们这么针尖对麦芒，你说你们是要把这个家给拆散吗？怎么就把这个家拆了呢？您这话说的，有哪家的父子是相敬如宾，天天相处的其乐融融的呀？这不挺正常的吗？就这样，他非得这样对我，那我知道什么呢你？怎么了妈？你真以为我们这个家就是你看到的那样花好月圆、风平浪静吗？有些事只是没跟你说。啊，什么事儿没跟我说啊？您别这样，您跟我说怎么了这是？妈，怎么了这是？啊，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您跟我说，您别瞒着我。妈，您说啊。你出门这些年，家里发生了好些事，有些事情我也是刚知道的，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妈，我爸他怎么了？你爸，你爸他怎么了？不是你爸。不可能，除了我爸，没有人可以把你蒙在鼓里。我们家就3个人，我没有，那肯定就是我爸。经济问题？胡说！你爸他一向廉洁。那就是感情问题。你听说什么了？我什么都不需要听说啊。能走到他那个位置上的人，一旦出事儿，不是钱就是色。我爸出轨了是吗？你爸他跟我承认，他和那个女的有一段时间了。那人是谁？干什么的？是怎么认识、接触到我爸的？这个我都不清楚，这个也不重要，我也不想知道，不重要。怎么就不重要呢？为什么就不重要呢？你爸他已经后悔了，他已经跟我认错了。他们俩断了吗？我跟我爸谈呗。不，舒澈，舒澈，你千万不要问他，你千万不要问他。我真是不该跟你说这个。我希望这件事情无声无息的赶紧过去。还有关于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对外人漏一个字啊！千万千万，这件事情对你爸的影响是毁灭性的，这个你懂。妈累了，妈上去歇会儿。
我刚想着准备给你打电话，后来一下给忘了。你还在陪阿姨呀？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你别等我。好吧，你也确实该好好陪陪她了。你明天下午几点下课？下午2、3点吧。怎么啦？我明天全天课，你如果下课之后有空的话，过来陪陪我妈。她情绪不太稳定，你带她出去逛逛，散散心。好，我尽量吧，因为我明天还有课后学习小组讨论，我看看能不能请假。你到我妈这边之后，你给我发个信息或者打个电话。好的，晚安哟，早点睡。晚安。拜拜。Professor, I'm here to say goodbye. I asked in the National Student Office for leave. I will fly back to China 2 days after tomorrow. Leaving so soon? Not going to apply for a suspension right now? I've already sent my application. And I'll send the hospital document from China. Why not ask your family to get the document and send it to you so you can leave the U.S. with a suspension certificate? Are you so anxious to see your mother? I saw my mother lying in ICU in a video call. I can't wait 1 more minute. I want to go back as soon as possible. Xiao, I completely understand your feelings. Don't be too sad. Take good care of your mother. And I wish her to get well soon. Thank you. Professor Anderson. Laura, you can come back later this afternoon. No problem. Sorry for disturbing you two. Xiao, I hope you can come back to continue your studies here as soon as possible, once your mother's getting better. Try not to drop out, okay? Standard is my dream. I won't give it up. I promise. That's a deal. Thank you, Professor Anderson. Goodbye. Goodbye.莫妮卡，我要提前退房，剩余的房租你可以退回我吗？你干嘛要搬走啊？你谈一个男朋友也不能这么快就跟男朋友同居，太快了。同什么居呀？我没有谈恋爱，是家里出了一点事儿，我必须要回国，大后天就走。你要回国也不至于退房子啊？你是不打算回来了吗？有这个可能。那是家里出了什么大事是吗？妈妈出了车祸，
虽然脱离了危险，但在未来应该还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My God， 小青，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I'm so sorry。应该是我说抱歉才对。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我对我爸妈说抱歉。我爸妈是最轻蔑的工薪阶层。我爸的工作可以算是国家公务员吧，面上钱不多，但因为掌握关乎他人生死的权利，所以有很多的灰色收入会主动找上门来。你不知道我亲眼看到过多少次我爸把他们拒之门外。可是我小时候不懂事儿，有一次有人主动送东西过来，因为我很喜欢，我想要。我牢牢地抓住不肯放手。后来等客人走了之后，我爸把我揍了一顿。在那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都很记恨他。我没有办法理解，明明是别人主动送给我们的东西，我很喜欢，我想要，我不偷我不抢，但我为什么不能有呢？直到后来长大之后，我才明白，我要感谢我爸。因为他的坚持拒绝，才让我们家有这么多年的心安理得和平静幸福。我妈是我们家的经济支柱，我留学的所有费用、生活费、学费，都是我妈靠着辅导音乐艺考生赚的外快。我花的钱都是他一堂一堂课教出来的，有时候甚至于他要连续上8个小时的课。所以我爸妈对我来说，就像是我这辆车上的2个重要部件，一个是方向盘，一个是发动机。我原本很自信，我觉得我很优秀，那是因为我足够努力。但这次的意外让我看清了一件事情：原来我的优越一直都是父母的负担，而我的机遇是因为他们的牺牲。我以为我凭自己一步一步走上了更高的台阶，但其实我每一步的脚下都有我爸妈在为我添砖加瓦。而在这种时候，如果我还只想着自己攀登，那我就太自私了。我不能让他们为了成就我，不敢享受，不敢旅游，不敢休息，甚至不敢生命。走之前，我把行李收拾好，先存在你这儿。一旦真的确定休学，还要麻烦你帮我把这一行李寄回国。没问题。谢谢你，文凯。其实啊，小青，我觉得你可以这样想。其实，有这样的爸妈，有这样的家，让你惦记着，是一种幸运。隔着千山万水，还心急如焚，那是幸运。
不然给你一个没人惦记你，你也不惦记任何人的轻松试试，就像我一样。还好有个酒，有帅哥。Excuse me? Where is the elevator? Oh, just behind you. Take the corridor. Okay, thank you. My pleasure.喂，署长，你到公寓了吗？我还没有。啊，你没去陪我妈？我学校这儿还有点事儿，没请下假来。我如果一会儿早结束，我就过去陪阿姨。哦，没事儿，你先忙你的，你别耽误你自己的事儿。你昨天晚上在电话里说阿姨情绪不太好，是怎么了？回头见面再细说吧。你还在学校呢，上课呢？哦，对，现在课间，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什么情况。那我一会儿这儿结束的早，我就过去陪阿姨，然后告诉你一声。晚上见。嗯，晚上见。拜。在谈舒澈和妙云的婚事之前，你知道我会先说什么吗？我知道，错在我处理这件事情，我确实有疏漏。我成就你的事业，你却在这儿动摇我的家庭。姐，我也没想到这件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我如果早知道，我一定不会让他。行了。这事儿我不想往回倒了。这回我来美国，除了孩子的事儿，还有一个目的。这事儿是因你而起的，所以你一定要给我个交代。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尽快的把这个事情料理干净，让这个女人永远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您放心，这件事情我负责到底。可以跟妙云说，他们结婚太早了。
可你让我当着舒澈的面儿，这么态度鲜明的反对，他一定会怀疑，反而会猜到咱们的关系和意图。我昨天晚上也试过了，怎么都说服不了他。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反对他们结婚的理由，何况咱们谁不希望他们早点在一起啊？妙英是我早就认定的儿媳妇儿，我也巴不得他们早点结婚。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可我总有种预感，他这次会耽误了这俩孩子的幸福。你可别这么想，只不过是权益而已。怎么才能阻止他们俩呢？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如果让他们这次结不成婚，不能是出自咱们的反对阻止，只能是妙英拒绝舒澈。那妙英她怎么会拒绝舒澈呢？让他知情。你的意思是说，你把我们的关系和计划全部都告诉他？和盘托出，只有这样，妙英才知道她跟舒澈的婚姻会影响到全局，才知道他们的婚姻已经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这样会不会很冒险？妙英会不会告诉舒澈？不会。我对我的女儿非常了解，她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替所有人考虑的好孩子。她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到过第一位，也从来没有放纵任性过。所以，我对妙英会做出的决定有把握。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迫不得已，不得不这么做的时候吧。你怎么来了？什么情况？你真要回国啊？我听你舍友说你妈出车祸了，严重吗？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但还在 ICU。就算出院，应该也需要做长期的康复。上回我来你哭是因为这事儿吧？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后天。后天几点？我送你。不用了，我自己打 Uber。哎，没事，我送你啊。几点？你要是不说，我也能查着。那你打算回去待多久？不知道。计划什么时候回来？没有计划。啊？那你暂时还不打算回来了？有可能吧。不是你妈情况好转了，还需要你陪吗？你不就可以回来继续念书了吗？我不想再说了，我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爱吐槽的怨妇。哎，你说，你的问题在我看来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儿，你的难处是因为钱吗？哎，如果要是因为钱的话，我爸说，凡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哎，你干嘛不找我们帮忙啊？让舒澈给你介绍点校内工，我还可以给你介绍一些赚外快的零工，是吧？再不济，
我还能给你借钱贷款，帮你交学费。你有完没完？我这说什么了呀？你没有句温柔的谢，你也不至于这样啊。我没有把你们当成是我的朋友，我也没有权利需要别人来帮助我。朋友在我这边不是救命稻草，也不是信用卡。你是不是还在因为那车的事儿生气呢？哎，这件事情是我错了，我让你背锅，我保证向我爸解释清楚，还你一清白。不用了，反正我也要回去了，在你们这儿到底白不白，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小青，你是不是把这事儿看得太介意、太纠结了？你的情绪我不是特别懂，而且我爸也没有再问过这事儿，更没有问过老汪，他早就把这事儿忘在脑后了。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成为朋友的原因。你爸随手一送，转身就忘的一个念头，你随手一赌，轻易就输掉的一个赌子，对我来说就是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一个道德污点。不是怎么就污点了？没人误会你啊！哎，你说谁误会你了？我向他们一一解释清楚去。不必了。不是你为什么老是拒我于千里之外呀？是因为我们家有钱吗？是不是为了维护你神圣自尊不受侵犯，只有穷人才配做你朋友？哦，我有钱，我的好意对你形成了刺激，构成了侮辱是吗？你把个人尊严看得比一切都重要，你是内心强大还是心理虚弱呀？你有钱，你了不起是吗？你有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你有钱就是一切，对吗？钱是不能解决一切，比如我喜欢你这事，钱就解决不了。后天你等我。连我都被感动到了，肖青，你可真沉得住气耶！我打赌，你回去很快就会回来，因为这么有钱、肯花钱但又有情的男生，怎么可以错过啊？舒澈，对不起啊，我今天没能去陪阿姨。没关系，忙完这几天，等你有空再说吧。你说阿姨她昨天情绪不太好，是怎么了？我妈跟我说，我爸出轨了。跟谁？不知道，但是我直觉我妈知道，她只不过是不愿意告诉我。那然后呢？没然后，我妈什么都不肯说，就连我爸出轨的事都是我逼问出来的。以你爸的身份地位，这种负面消息不亚于核弹爆炸。那，你打算怎么做啊？你要去问你爸吗？那不知道啊。我想等我妈跟你爸见完面之后，找一个安静的时间，好好跟他聊一聊。我得知道更多的事儿，我得知道我妈妈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还要确定我爸跟那个女的到底有没有断，然后再决定怎么做吧。哎，你说，你爸这事儿跟咱们结婚有关系吗？我想不出这两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因果关联。
你妈这次来，对咱俩结婚是有什么态度？她还能什么态度？她肯定是听我爸的，还是反对。我再跟她聊聊吧。你是我女儿，我当然希望你幸福啊！而且我相信舒澈一定是给你幸福的那个人。舒澈的爸爸是个市长，你又是一个上市集团的大股东和继承人，所以注定你们就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你想想，你们的婚姻怎么可能只是你们2个人的事情这么简单呢？你从一出生就肩负着家族的使命，你知道吗？你要做什么，不做什么，你不能仅仅为自己考虑，不能那么任性。我不反对你跟舒澈结婚，我只是建议你们晚2年结婚，晚2年。我爸出轨了。哎妈，你以前没见过程叔叔吗？没有，没见过。我爸也没见过。一个主管城建，一个是本市著名企业家，就没有在任何的商界活动当中碰过面？没听你爸说过，应该是没见过。今天也算是双边首次峰会的重大时刻啊！舒夫人，终于见面了，幸会幸会。程总，幸会。早就耳闻市长夫人雍容华贵，今天让我一睹风采啊！哎，我人老珠黄了，程总现在才是男人最有魅力的年龄。妈，能不能正常说话？怎么不正常了？你们可以相互称对方为舒澈妈、妙莹爸。要是再这么夫人啊、总的，我强烈要求退场啊！你说这孩子，哎，如果从彼此知道算起的话，我跟你妈也算是老相识了。是啊，早就想见见妙莹爸爸了，听都听成老熟人了。这么说话多舒服啊！哎，咱们别站着了，吃饭入席啊！请。拿着包。哎，舒澈，你妈来了好几天了，没陪她出去四处转转。留学生的生活特别没自由，每天课都是满的。我看看这2天能不能安排出时间来陪我妈去转转。哎，对了，昨天妙莹还说要请假去陪我妈。啊？你昨天去我公寓了？我怎么不知道啊？阿姨，我昨天没去成，我没请下假来，我改天去陪您，好吗？哎呦，你们功课忙，阿姨不用你们陪。那这样，我让公司安排车和人陪您四处转转。也行，不过我这人很随性，也不想天天出门。保证安排的张弛有度。您想去哪儿转，想吃什么，您就跟他们说，啊。程叔叔，妈，今天正好双方家长都在，有个事儿，我想跟你们说一下。
虽然之前我爸还有我妈觉得时间不合适，但是我跟妙莹还是决定我们俩要结婚。我们会在最近挑一个合适的时间，去市政厅注册，然后把范围控制在最小，找一群最好的朋友小聚一下，也就算是我们结婚了。这也是我们希望的婚礼的仪式。当然了，我们更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祝福。哎哥，你要不要一个结婚引领指导啊？我可是在美国结过婚的人，我很有经验。你丢不丢人？啊，对不起，孩子办的淘气事儿。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我祝福你们。谢谢程叔叔。妈，放轻松，您放心，我在注册之前会跟我爸好好的聊一聊，争取得到他的谅解，不会让您为难的。说成妈，咱们应该祝福这俩孩子。舒成，妙莹，我希望你们的爱情永远不被身边的利益所困，也永远不要为周围的诱惑所扰。无论今后发生什么样的变故，产生什么样的误会，一定要坚信彼此的爱，永远不要分开。爸爸祝福你们。谢谢叔叔，我们会的。妈，我今天没有事前跟您打招呼，征得您的同意，就擅自跟程叔叔宣布这事儿，您不会怪我吧？妈怎么会怪你呢？我只是希望将来你在回想起现在的事情的时候，不会怪我们。我为什么会怪你们呢？妈，我还是想跟您谈谈我爸。谈你爸什么？关于出轨。那都是已经过去了的事情，没什么好谈的了。可是前2天您提到这个事儿，您还是没有从这个情绪里摆脱出来，这不像是过去的事儿。我那天晚上我是情绪失控了，那是因为我倒时差造成的情绪紊乱，那不是我的正常状态。我希望你不要把我那天说的话记在心里。本来我就不应该跟你说这些事情的。真的已经过去了。你爸保证跟这个女人一刀两断。现在他每天正常上班，正常回家，我们又回到了从前，都过去了。不要和你爸交流这件事情啊，更不要对外人透露一丝一毫，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个箱子就寄存在你这儿了，就放这屋。我还是把它放到储物间去吧，不能耽误你这里其他租客来住。没有新租客，你就放这儿吧。你不打算把这儿继续租出去吗？留着它，等你回来。我不一定能回来。那就等你确定不回来了，咱们再说。
谢谢你啊，莫妮卡。谢谢我什么呀？谢谢你让我知道，欢乐都是短暂的。抱歉啊，没有立到你的志。不会啊，因为同理，痛苦也是短暂的。好吧，你懂辩证法。这些都送你啦。都给我呀？嗯，这套挺好用的，海洋系列，我从国内带来了很多，你试试看啊。那我就收着。唉，一定是赌咒发誓今天会出现那个人来了，我去看看。Professor Anderson. So, I thought you and your parents had discussed your plan to take a leave of absence from school, but it was just your own idea. My dad doesn't want me to go back, and he doesn't agree with the absence. That's why you blocked him? How'd you know that? The way you did this was simple and unthoughtful. It was a disgrace to your own major. Who told you that I blocked him? Of course, he himself. He contacted you? He had to, since he couldn't reach you. He called and hoped that I could stop you from flying back to China. I don't know if I can be successful, but here I am. I want to reach a consensus between all of us. And now, it's the time for you to talk. Running away is not a good way to communicate. 青儿，你现在在哪儿呢？我准备马上去机场。青儿，爸知道你做出的任何决定，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也知道你这孩子，一旦做出了决定，别人很难改变。但是，在你做出最终的决定之前，你能不能听听你妈的想法呀？我妈，她能说话了吗？还不能，但是她今天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不但清醒了，还能写字了。我让你看看啊。这个不是简单的一笔一画吧？你妈的每一个字儿，就是咱家的一大部分。